Hello， 大家好，工作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 ENIG 表面处理的 PCB 一个可能被很多人给忽略的问题，那就是 ENIG 的晶层厚度是否会造成焊锡后的零件掉落呢？在正式进入讨论以前，照例的要先跟大家推荐一下，工作熊也有写电子制造相关的个人部落格，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网址为 www.research.mfg.com。另外也有写英文部落格，网址为 mpe.research.mfg.com。 好了，我们现在就正式进入主题吧。先来做个背景说明。话说工作熊以前的工作内容有一部分是负责管理代工厂的生产工程品质相关事项，而这个案例就是发生在工作熊以前管理代工厂时所遇到的。工作熊所管理的 SMT 代工厂有一阵子突然的与电路板的生产厂商打起了笔仗。自从电子邮件发明以来，明明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直接跟对方沟通，却有很多人喜欢用电子邮件 email 来 email 去的。有时候对方明明就坐在办公室的隔壁，也要写电子邮件来吵架。总之工作熊就看到双方的电子邮件一直的飞来飞去，然后都 copy 了给我，而双方吵架的重点则是一直围绕在ENIG 表面处理 PCB 的镀金厚度规格上。这里应该不用工作熊再介绍什么是 ENIG 表面的处理了吧？如果你还是想了解什么是 ENIG， 工作熊虽然没有做过相关的影片，但是你可以到工作熊的部落格来阅读相关的文章。而两造双方吵架的原因是 SMT 工厂最近生产了一批 ENIG 的 PCBA，经过 SMT 组装以及板件测试后都没有发现问题，直到将 PCBA 装进机壳做整机组装时，才发现有电子零件会从 PCB 上面掉落下来。一开始 SMT 工厂强烈的认定零件会掉落是因为 ENIG 的黑电问题所造成，因为从 PCB 零件掉落出的焊电看起来是呈现出黑电的颜色，而且大部分的焊电也都随着零件整个从 PCB 剥离连接在零件的引脚上，所以 SMT 工厂推想焊锡的断裂面应该是出现在化内层或者是负邻层的位置。讲到这里还是得先复习一下 ENIG 的金属结构层。 ENIG 的底层为铜金属，然后在铜的上面会沉积一层化学镍，这个过程会使用到含磷的还原剂来将镍离子还原成镍金属，所以会有少许的磷存在于 ENIG 的内层当中。随后在内层的上面再覆盖一层净镀金，以作为最外层的金属保护层。在高温焊接的时候，存在于内层中的磷会渐渐的往内层的表面集中，最后在内层与 IMC 层之间形成一道负磷层。接着我们再回来说说这个案例。其实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全部都外包给专业的代工厂来生产的，所以代工厂当然得负责生产的品质。不过外包作业有时候就是会有许多扯不清的地方，尤其是关系到责任的归属与赔偿的问题时。以这次的事件来说，就看到 SMT 代工厂与电路板生产厂商两边来来回回的打了好几回合的仗。这边说是黑电的问题，因为做了切片，打了 EDES 以及 SEM， 认为磷的含量有点给它偏高。那边又说他们也做了切片，也打了 EDES 以及 SEM， 可是磷的含量应该是在正常的范围内。这边接着又说晶层太薄了，小于 1.0 microinch， 那边又变说晶层在焊锡中根本就没有太多的用处啊。可是说来说去，却没有哪一方真正的用心做切片，然后分析零件究竟是从焊锡的哪一个层面剥离的，是 IMC 长得不好所造成，还是回焊温度加热不足造成焊锡不良，又或者是内层氧化了造成焊锡强度变弱所造成。弄到后来变成我们公司的货无法及时的生产与出货了，最后还是得工作熊自己跳下来做仲裁，把双方的人马通通抓进来各打100大板。不是，是把双方的人马通通找过来一起开会，讨论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这是当客户的优势之一，只要自己发话了，双方的人马多少都会卖点面子，
但是想要当仲裁者，也得有2把刷子，否则节奏很容易的就会被别人给带着越走越远。第一，了解现状。工作熊召开多方会议后的第一个动作，当然就是先了解现况，先确认零件掉落的是电源的连接器，而且只发生在后段的产品整机组装的时候。这或许是因为只有整机组装以及最后测试的时候，才会对 I/O 的零件做实际的插拔操作，所以前面的 SMT 生产以及 ICT 板接的电信测试都没有能发现到有零件掉落的问题。而 SMT 工厂在发现了问题以后，也针对生产有问题的批号以及之前没有问题的组装电路板做了推力的测试，发现良品 PCBA 的零件可以承受推力到6到8 kgf 都不会有掉落的问题，而不良的 PCBA 只要推到2 kgf 不到，零件就会掉落。2. 短期措施。所以短期措施就决定先用推力测试的方法来收填 WIP 当中的良品以及不良品。不过针对做过推力且没有掉落零件的 PCBA， 我们则要求要重新再锁焊补强焊锡，目的是为了要确保零件没有因为执行推力而引起细微的焊点龟裂，导致信赖度降低的问题。至于已经组装好的完成品 FGI， 可就有点给他伤脑筋了。我们最后的决定是以最后入库的一批产品先做100%的插拔测试，然后按 AQL 0.4 抽样来采集检查零件推力，其他的批号则以站板为单位做100%的插拔测试，而且每个站板还要再随机抽取2台产品出来做推力测试，这可是个大工程啊。第3，追查真因。接着就是推敲与厘清零件掉落的真因了。其实零件掉落的原因不外乎最前面提到的几个可能性，只要认真的检查零件掉落的剖面切片，确认断裂面发生在什么地方，大概就可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如果零件引脚上根本就没有沾到锡，那肯定是零件角氧化或者是锡膏氧化所造成。如果根本就没有看到 IMC 的生长，那回焊热量不足应该占大部分。如果是断裂在 IMC 层的表面，也就是 IMC 层与焊锡之间，那就要看 IMC 的生长有没有问题。假设设计上没有什么问题，而 IMC 又长得不好，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回焊的温度不足，或者是内层氧化。如果断裂处发生在 IMC 与内层之间，可以检查负邻层是否明显，建议一定要打元素分析，看看含磷量是否过高。如果负邻层明显，而且够厚，就会影响到日后的可靠性，也会引起结构强度不足的问题。另外，也可能是内层氧化所造成的焊锡强度不足。接着，工作熊要求双方把各自做过的切片证据拿出来讨论，结果发现双方都只拿出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于是工作熊要求双方必须分别找出有问题以及没有问题的 PCB 以及 PCBA 来做零件掉落处焊电的剖面切片，等待下次讨论，然后就先结束了这一回合。等到第2次开会， SMT 工厂依据工作熊的要求提供了需要的切片照片，而板厂因为没有 SMT， 仅先提供晶层的厚度资料，而无法提供切片的资讯。之后经本人同意，让 SMT 厂送2片不良的 PCBA 过去给板厂做分析。当然这些在日后结算时可都是会计算成本的。后面的照片是 SMT 工厂分别拿取了有问题的 PCBA， 然后在有零件掉落的焊垫与零件没有掉落的焊垫上做切片，然后再拿一片之前生产没有问题的 PCBA，在现在发现有零件掉落的焊垫上做切片。这张照片是拿有问题的 PCBA 在零件掉落焊垫处做的切片，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零件掉落焊垫的 IMC 虽然有长出来，但却长得断断续续的，而且还依稀可以看到有圆形的锡化筋以及二锡化筋还未来得及移走的痕迹。因为没有打元素分析，所以工作熊个人也不太敢肯定是否是筋没有完全融入焊锡当中。
看照片 IMC 应该是没有长完全，而这张照片是拿有问题的 PCBA 在有掉落零件的其他未掉落零件焊垫处所做的切片。照片显示这颗零件焊垫上面的 IMC 生长是正常的，而且金层也已经完全融入到了焊锡当中，不见踪影。第三张照片是拿以前没有发生问题的 PCBA 切片现在掉落零件焊垫的相同位置。照片显示 IMC 的生长也是正常的，也没有发现金残留在界面处。就这样，经过了几天紧迫盯人的追踪与讨论下来，真相似乎也渐渐有了眉目。我们发现零件掉落的断裂面是出现在 IMC 层与内层之间，而有问题的 PCBA 的 IMC 层虽然有长出来，但长得似乎并不是很完全的样子。IMC 层看起来有些断断续续的，也就是长起来有些不连续。而两造双方也都在断裂的内层表面发现了大量的氧元素。虽然 SMT 厂还是坚持有内层腐蚀发生黑电的可能性，而 PCB 厂则坚持说这不是内层腐蚀，而应该是内层氧化所造成的。工作熊虽然依稀觉得 PCB 厂可能没有完全把真相说出来，但至少到目前为止 PCB 板厂已经初步承认其 PCB 的制程当中应该是存在问题的，而且他们也承认在其某条金线的管控上发现了些许问题，最后也同意吸收这次事件的全部损失，所以我们也就不再继续的往下爬分了。只是这内层腐蚀与内层氧化在金层厚度的控制上似乎刚好是完全颠倒的，也或许是工作熊对这一些知识的认识还不是很足够吧。聊到了这里，可能还有些朋友不是很清楚什么是 IMC， 也不了解 IMC 应该要长成什么样子才是好的。工作熊这里也不再赘述什么是 IMC， 而是要请有兴趣的朋友去看一下工作熊以前做过的这几支与 IMC 有关的影片。另外也可以去工作熊的部落格看一下这几篇文章。第四，结案。依据 IPC 4552对 ENIG 的要求，进入金的厚度不得低于 0.05 个 micrometer， 换算成英制为 1.97 个 microinch， 但这个 0.05 个 micrometer 厚度必须要控制在4个标准差的最小厚度内。典型的金层厚度范围在 0.075 个 micrometer 到 0.125 个 micrometer， 也就是 2.955 个 microinch 到 4.9525 个 microinch。 所以我们一般会说进入金的厚度建议要在2个 microinch 到5个 microinch 之间，而化学内则要求要在3个 micrometer 到6个 micrometer 之间，也就是118个 microinch 到236个 microinch 之间。不过金层也不能太厚，因为金层太厚了就会加剧金与内在界面处的置换反应，导致内层被破坏，而发生内腐蚀的现象，甚至发生黑电问题。另外，如果金层太厚了，在焊锡时就无法有效的完全融入到焊锡当中。金如果堆积在 IMC 界面处，将会造成金脆，所以金在焊锡的结构中是不利于焊锡强度的。这也是为何我们会说 ENIG 金层的厚度只要可以保护底层内不会与空气接触而氧化，金层的厚度应该是要越薄越好。但是金层如果太薄了，薄到无法完全覆盖住整个内层，一旦 PCB 存放在库房一段时间后，要再拿出来焊接，就容易出现内层氧化，而造成聚焊的现象。所以金在 ENIG 最主要的目的在防止电路板焊电的氧化，确保焊接的品质。其次就是为了要得到较佳的接触电性。至于内的目的何在，就要请大家参考工作熊在部落格写过的这篇文章了。只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后来金价飙涨，所以我们公司的 ENIG 表面处理 PCB 的镀金厚度也从原本的最少 2.0 microinch 下降到了 1.2 个 microinch 以上就可以。也就是说，金层厚度已经薄到不能再薄了。再加上我们公司的 PCB 有时候一放就是3个月到半年，有时甚至还会放超过1年的，这着实让人家担心啊。说实话，我们还在密切观察这样的金层厚度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出现。
不过上面的老板既然已经答应了供应商，而且决定要这样子做了，我们也只能等着后续的发展了。而这次出问题的 PCB 大概在库房存放了3个月左右，基本上还在有效的期限内。不过有问题的板子的晶层厚度量出来大概只有 1.0 个 microinch 而已，有些甚至更薄。而根据 PCB 板厂商最后回答的 Body Report， 结论是他们家的 PCB 的晶层厚度控制是以2个 mm 乘以2个 mm 的方框来作为控制量测的基准。但是这次出问题的焊垫大小实际上比这个尺寸要大得多，所以出问题焊垫的晶层厚度并没有受到管控，造成有些板子的精度筋厚度不足，致使部分板子的内层氧化，最后形成焊接强度不足的现象。这里有一篇 ENIG 的黑电相关文章，建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5，后继。也是经过了许久时间以后，工作熊才知道精度筋在沉积的过程当中，尺寸比较小的焊垫会产生较高的局部电流密度，这会导致晶层在较小的区域中可以沉积得更快而且更厚。相反的，较大的焊垫面积会有较低的电流密度，因此晶层的沉积速度会比较慢，这导致厚度相对的比较薄。这种效应称之为边缘效应 Edge Effect， 可能会导致同一个焊垫或者不同焊垫之间有不一致的镀金厚度分布，进而影响到焊锡的品质以及可靠性。所以在做 ENIG 的晶层厚度品质管控时，建议要同时量测最大与最小焊垫的晶层厚度，这样才能更准确地反映 PCB 整体的镀层品质，避免在实际应用中因为晶层厚度不均造成可靠性的问题。以上是工作熊个人的看法，请注意工作熊的看法也可能会出错，而且工作熊也没有在 PCB 厂待过。以上言论大家就当作是个参考好了。如果有印刷电路板的专家路过，也请不吝提供意见与指教。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意见，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讨论。如果你对电子制造有兴趣，非常欢迎订阅工作熊的 YouTube 及 Podcast 的频道，记得按赞并分享。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拜拜。